为永夜唯一的黎明灯塔，四处镇压鬼者。我也被幸存者们尊为落魄岭最强的风军。但现在，我却发现同为四大风军势力之一，万宝楼领地中数千人竟然无声无息地蒸发消失，没有发出一点消息。我怀疑这跟史诗鬼物有关。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完了，高进的姐姐可是史诗领主，已经杀过来了，扬言要将玄天城屠个鸡犬不留，连救世军和共助会也跟着宣战了。沈领主怎么还不出现？好不容易撑过永夜没多久，领主之间却又要爆发战争。为什么即便在末日，人类间也总是无法团结一致，互相理解和信任？倒霉的只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啊！听说沈城主之前在万宝楼遭遇埋伏，已经凶多吉少，否则怎么1个月都没露过面，还让他的女人当执政官？被这3股滔天势力围剿，我们留在这儿只有陪葬的份儿啊！我好不容易才活到现在，在这里又受尽屈辱，半点好处没捞到，凭什么又要跟着他的保护所一起死？救世军，如果能去救世军就好了。安静！玄天城不留软骨头，也不会限制你们的人身自由。大门已开，觉得玄天城会败，想要逃命的，现在就可以滚。但只要跨出这扇门，生死与玄天城再无瓜葛。执政官女士，这么多劳动力都放走，肯定马上会被其他3大势力接应走，是不小的损失啊。玄天城从来不缺劳动力，只缺忠诚的子民。等他们被距离这最近的救世军发现，才会真正明白末日的残酷和城主的仁慈，但付出的代价是他们自己的生命。救世军。长官，我们脱离了玄天城，特意来投奔救世军，弃暗投明。弃暗投明，好啊，太好了！雷首领最喜欢你们这些主动送上门的新鲜血液了。全部放行，让他们进去。同为超凡庇护部，救世军肯定不比玄天城差。为什么？这里不是超凡庇护所吗？救命！救命！沈竹，救救我！怎么了，沈竹？是不是我昨晚太那个了，害你没睡好？我们不是。我们回到了悬空之塔。昨天从万宝楼回来，就感觉你心神不宁，是有什么事吗？我们在万宝楼遭到了鬼物袭击，之后是怎么回来的？袭击？万宝楼空无一人，更没有鬼物。你出于谨慎，没有久留，及时带我们返回了玄天城呀。你看到什么了？我开启秘宝世界探查过了，没有任何宝物的线索，但我总感觉这里藏着非常可怕的东西。古籍，你还有没有什么发现？抱歉主人，我不善感知和探查，并未察觉到直接的危险迹象，但此地处处透着蹊跷，确实不宜久留。全员撤离，返回悬空之塔。5级的超凡庇护所处于无主状态，没有丝毫防备，但你却不打算让悬空之塔融合，哪怕这样，很有可能让悬空之塔晋升史诗庇护所。你说担心自己一旦动手，将万宝楼融合进悬空之塔，就会撕开这层平静假象，引起背后的风暴。一切未知的情况下，还是稳妥为妙。看来，我只是做了一场噩梦，差点，我还以为玄天城要沦陷于史诗鬼物之手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古籍和月余都不记得那个神秘的人形鬼物与我们交战，包括不死族护卫也没有印象。难道
那是只有我看到的幻觉，或者说只有我一人还记得那一天发生了什么。而那个人形鬼物绝对是史诗未解。那万宝楼实在太过诡异，现在说是落魄岭区域最危险的地方也不为过。更奇怪的是，那史诗鬼物为什么不杀了我？他又对我做了什么？与其独自揣摩冒险，不如将万宝楼的事告诉其他风军，试探一下他们的反应，看有无线索。简直见鬼了！消失这么久的人，竟然主动联系我，到底是人是鬼？之前我一直在处理私事，没能及时接收到外界通讯，不知沈城主连日多次联络，找我有什么要事？并无要事，只想和苏楼主做交易。不知苏楼主一连数日失联，永夜期间万宝楼也毫无动静，不知在忙什么。如果遇到了麻烦，是否需要帮忙？女孩子的事，沈大城主怎么能随便打听呢？不过沈城主若实在好奇，大可亲自来万宝楼做客。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清寒随时恭候，愿与沈城主趁夜详谈。还是聊聊正常交易吧。我手中有数件用不上的黄金级宝物，若是苏楼主感兴趣，可以等价交换资源或者支付明石。我万宝楼坐拥落魄岭区域最全的物资与宝物储备，寻常黄金白银品级物资我应有尽有，唯独缺少超凡未解的宝物。我本来是想跟此女交易超凡宝物，但我不确定现在的苏清寒到底是人类还是鬼物。我不缺黄金宝物，但若是沈城主的需求，无论什么我都很愿意满足，包括生意之外的方面，比如我倒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苏楼主这么善解人意好说话，莫非与失联这段时间的经历有关？谁人不知现在落魄岭区域的霸主是谁？虽同为封君，无论共助会还是救世军，亦或是人家，若想活过下次永夜，恐怕还得仰仗沈城主能力。眼前的苏清寒到底是本人还是鬼物伪装的假象？虽然对苏清寒有怀疑，但我还是以几个黄金宝物为代价，交换了几乎全品类的瓜果蔬菜种子、各类变异高产作物种子，以及制衣厂等建筑蓝图。活物无法通过系统交易，你要的肉畜幼崽，我会安排人手亲自送往玄天城。如此，刚好可以探查万宝楼来的究竟还是不是活人。沈城主，我额外赠送你一条独家情报，无需任何等价交换，不知你是否想听？什么情报？救世军近期一直在暗中主动勾结鬼物，残害所辖领民，投喂鬼物。勾结鬼物？对方看起来一点也不像鬼物，毕竟鬼物如何瞒过末日游戏顶替领主身份，操控系统，完成交易？而且看起来他似乎是真的在帮我，但之前万宝楼的诡异现象依旧无法解释，总不可能是集体幻觉。不对，苏清寒若是鬼物伪装，可能想借刀杀人，挑起人类内讧，最好将救世军和共助会都灭掉，才告诉那不知真假的情报。毕竟我早就跟他们有过节，如果是这样，就能解释他为什么不急着杀我。玄天城的力量绝不能被他拿来当枪使，若他真是有智慧、会算计的史诗鬼物，那简直比100个催成者还要危险。这样未知的东西，号称能点化万物的金手指，不知能不能起作用。点化失败。再来。点化失败。已成功点化同乐之印，来自史诗未接鬼物同乐者，触发神秘变异，印记的潜意识同化与精神控制效果已抹出，变形为自我之印。面对精神攻击或灵魂入侵时，可将受到的所有伤害100%转移给施法者本体。精神反噬，转移伤害。原来如此，史诗鬼物同乐者能够同化潜意识，控制精神，就像纯族的母皇一样。看来苏清寒也着了道，这样的鬼物着实可怕。沈城主突然联络，可是发现落魄岭出现异动。我收到一条情报，救世军近期暗中勾结鬼物，以领民为血食献给鬼物，不知共助会是否知情？简直荒唐！其他领主和我怎么不知道这事？他雷震再蠢，也不至于蠢到引狼入室，以身使鬼。末世之中，什么都有可能，何况唯有领主能发起通讯，在公共频道发言。那些领民死前发不出一点消息也很正常。那又如何？你玄天城聚拥亡灵军团与鬼物为伍，靠胁迫吞并中小领主才称霸这片区域。说到底，你和救世军的做法本质又有什么区别？冥顽不灵的蠢货，简直是浪费我的时间。你说什么？偌大的落魄岭区域，竟然找不到一个值得信任又有能力共同对付恐怖鬼物的人类势力，
难道最终还是得靠我自己？永夜过后，悬空之塔已经被我提升至7级，单层面积200平米以上，内城合围城墙占地面积也突破1万平米，超过足球场。悬空之塔层数也提升到了12层。为了应对下一次永夜，甚至是永夜之前的人祸，我已竭尽全力准备，包括粮食。苏清寒的种子无法确认安全，暂时没有拿出来种植。只有蓝图与明石属于系统道具，可以正常使用。明石除了用来扩建炮塔，便主要召唤仆种。目前不死族数量已突破2000人，由大古统领。无论救世军的情报是真是假，万宝阁被同乐者控制，必须提前筑牢防线。那史诗鬼物对人类有用的手段，未必对不死族有效。城主大人，我是万宝楼贸易使者，奉楼主命令前来交付货物。若城主不方便打开城门查验，我们便将货物留在城外，先行告辞。这群人身上没有明石的气息，也没有宝物能量附着，看起来就是普通的人类。也许我需要跟他们近距离接触才能确认，要不让我下去吧。不行，现在贸然跟万宝楼的人接触风险太大，哪怕来人表面毫无异常。传令，控制住城下使团，全员扣押，分出一部分战士在城外的附属领地隔离看管，禁止任何人接触。是。城主大人，这是何意？这些人肯定已经被苏清寒，不对，是同乐者给同化，只是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同化其他人，绝对不能让他们进来污染我的领民。属下亲自勘察过了，这些人不是鬼物，也没有被鬼物影响的痕迹，肉体十分脆弱，构不成威胁。那些牲畜也没有异常。且不说同热者能否同化鬼物，就算能，这些不死族属于我的仆从，稍有二心，我都能感应到。属下也按照主人的吩咐，询问他们消失那几天在干什么，但他们矢口否认那种异常，称万宝楼一直都很安全和正常。一直安全和正常？哼，恐怕这恰恰是最大的异常。沈城主，我等是救世军麾下士兵，今日特意脱离救世军，前来玄天城，恳请收留庇护。我答应过收留能够到达这里的普通人，但你们来自救世军，我如何信任你？沈城主，救世军早已不复往日，不配救世的名号。那雷震被鬼物蛊惑心智，大开城门，放任鬼物入城盘踞，还强制献祭领民，以活人血肉喂养鬼物。苏清寒没有骗我，他说的是真的。雷震竟敢与超凡鬼物勾结，疯了不成？我等虽暂未被列为献祭目标，但亲眼目睹同胞惨遭残害，实在无法容忍。我们更清楚，救世军迟早遭反噬，覆灭成定计。像之前那批人一样，让他们在城外驻扎，派人看守，心里的不安越发明显。但不知为什么，总感觉救世军不是真正的威胁，那会是什么？全体幸存领主请注意，新世界区域建壁已消失，不同区域间可正常跨越和通讯，鬼巢也将更加活跃凶险。全体幸存领主请注意，新世界区域建壁已消失，不同区域间可正常跨越和通讯，鬼巢也将更加活跃凶险。区域界壁消失，太好了，终于可以联络阿进，我都快无聊死了。我记得没错，应该是777号吧。这小子仗着黄金城堡，也不知道在那个小地方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又在耀武扬威了？该领地坐标已失效，领主已死亡，无法建立通讯。失效，死亡，这怎么可能？阿进，小兰，你看到了系统公告吧？我第一时间就来找你了，你还好吗？雷震，我弟弟的领地信号断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小兰，你节哀，高进他确实已经不在了。怎么会这样？他明明拥有黄金庇护所，就算永夜再危险，也有极大概率活下来才对。难道你没有保护好他？他在鬼巢里有没有留下全尸？有没有安葬的地方？对不起，小兰，是我没有保护好他。但高进不是死在鬼巢里，而是死于人祸。人祸？
是谁干的？是落魄岭的一个领主，名叫沈竹。那卑鄙的小子夺走了高进的城堡，还把高进当作祭品献给了祭坛。沈竹，我要把你碎尸万段，不把你挫骨扬灰、抽筋扒皮，我誓不为人。目前新世界剩余领主总数量360万7891人。区域戒备消失，意味着末日游戏进入了新阶段吗？才2个月而已，最开始的领主数量可是有整整1亿人，可现在却剩余不到4%，而未来的末日可能会更加残酷。落魄岭区域的91号，你对我弟弟的所作所为，必将百倍奉还，把你抽筋扒皮都难解我心头之恨。我在此发布悬赏，凡提供此人情报或参与攻打此人领地的，都有大量冥石作为报酬。高进的姐姐来得这么快，应该是雷震那小子第一时间联系上了他。但现在区域戒备消失，就算是史诗庇护所获取到了我的坐标，我的玄天城只要想走，就没人能够找到。公主会愿协同围剿本区域91号领主，此人驱使亡灵鬼物，同类相残，罪大恶极，是人类的极大隐患。救世军也愿协同围剿本区域91号领主，为受害者主持公道。放屁！上次永夜催生者砸城的时候，共助会别在这假惺惺了，大家千万别进雷震和共助会。玄天城是落魄岭最后一片安全的圣土，我们至死力挺沈城主。上次永夜共助会似乎没有受到多大损失，实力未知，而这雷震疑似勾结鬼物，救世军战力不可同日而语。至于这些声援我的领主，顶多也只能做到声援了。度过上次永夜，就算有心帮我，也无法对战局产生影响。高进的姐姐从核废墟这样的区域杀出来，又坐拥史诗庇护所，我对她的情报更是一无所知。这仗还是尽量暂避锋芒为好。我就不信那史诗庇护所能够追上会飞的悬空之塔，除非悬空之塔能晋升史诗位阶，才值得冒险。这种时候不跟我撇清干系，联系我干嘛？沈城主，系统公告和悬赏都看到了吧？那位888号就是高进的姐姐，名为高小兰，庇护所跟你一样能移动，甚至速度丝毫不慢。还有2大超凡庇护所等势力参与围剿，你打算如何？还能怎样？当然是逃。那苏楼主你呢？准备跟我切割，还是落井下石？当然是雪中送炭。哦，只要你我合作，我就不计较你扣押我的贸易使团，你还能轻松化解这次危机。愿闻其详。但你应该知道，仅仅一座5级超凡庇护所的加入，并不能对战局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很简单，只要沈城主将我的庇护所融合，玄天城自然便能晋升史诗位阶庇护所。届时你不仅可以成功御敌，甚至有希望将高进姐姐的庇护所也留下。那你的条件呢？只要沈城主愿意让我加入玄天城，入住高塔，获得庇护，成为那里的女主人之一即可。还真是贼心不死。我拒绝。你说什么？不对，你不应该会拒绝我才对。现在已经是第5天了。看来史诗鬼物也不是无所不能。种下印记后要这么多天才能看到效果。果然跟一般的领主不同，竟然能切断我的布置。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但更加证明我选择你合作是对的。切断？其实并没有。还有那天，我故意隐藏起来，且关闭城防，让你有融合万宝楼的机会，你却太过谨慎，能忍住晋升史诗庇护所的诱惑，我才不得不亲自现身。那天空无一人，原来是个陷阱。这鬼物让我融合万宝楼，目的恐怕是想趁机进入悬空之塔的内部，从而直接越过城墙的防线，从内部瓦解悬空之塔。可惜那印记对超凡领主，尤其是对你生效格外缓慢。你大概已经猜到了我的目的，但我们依然可以合作，帮你抵御那3大势力。你杀了苏清寒？不，他还活着，他的意识只是和他的领民一起成为了我的一部分，身体则沉眠在母巢之中。所以跟你对话的也有苏清寒。与其他鬼物不同，我不吃人。我凭什么相信一个算计过我的史诗鬼物？那救世军勾结鬼物，凶残暴魔，每天要吃数十上百人，我和子民自然也在他的食谱上，所以我需要玄天城的力量自保。毕竟母巢隐藏在万宝楼内，可不会飞。共助会和救世军觊觎万宝楼的底蕴许久，等你倒下，万宝楼就是下一个被分食的对象。除了宝物，所有女子都要遭到救世军的凌辱。至于共助会那群疯子，更是连孩子都不会放过。所以，你想要结盟？我会给你提供最充分的情报。
并与你签订系统认证的盟约。盟约束缚彼此，绝对不能背叛。我也保证，绝不踏入你的领地半步，给你造成任何不安。这是超凡武器建筑电磁轨道炮的蓝图，你应该知道有多珍贵，黄金级以上未及。一张蓝图只能制造出一座建筑，万宝楼独此一份。有了它，你才有了对抗高进姐姐的底牌。怎么样，足够有诚意了吧？等赢下这一战，吃下共助会和救世军，你的庇护所晋升史诗便绰绰有余。没兴趣。与虎谋皮，我能得到什么好处？才一张超凡蓝图，就让我帮你打3大势力，还远远不够。你居然跟我提条件，明明你才是被攻打的目标，而我是在帮你。打不过我大可以飞走，而你却要留在原地，面临人类联军炮火的洗地。所以现在是你要求着我留下来保护你这个鬼物。好，很好，你是第一个敢威胁我的人类。你到底还要什么？5000，至少5000明石，少一颗都不行。就算他是史诗鬼物，也不能公然违抗游戏规则。顶替苏清寒已经是极限，我现在的确需要他的力量破局。玄天城与万宝楼的庇护所盟约已正式订立，任何攻击或损坏盟友利益的行为，都将遭到严惩。盟约有效期6个月。这么长时间的盟约，统热者看来很怕盟约结束之后，我第一个对他下手。好吧，他的考虑是对的。超凡武器，但对付史诗庇护所还远远不够。苏清寒那女人分明是想蛊惑我，跟3大势力两败俱伤，让她坐收渔利。我岂会这么容易上当？点化失败。点化成功，触发高级变异，超凡武器建筑电磁轨道炮异变为史诗级武器暗星轨道炮。武器特性：无需实体弹药，抽取领地储备明石能量，压缩微型黑洞，进行毁灭性打击。口径级真理，可惜每一炮都要消耗上百明石，还是先不测试了。有了这道开胃菜，面对史诗庇护所，才算是勉强有了自保的能力。别出声！放我们出去！留在这里也是等死！雷震这个，他把我们当成鬼物的饲料！你们难道没有家人吗？开门啊！他们也都是活生生的人啊！我们真的要对自己的同胞开枪吗？给我清醒一点！领主已经彻底疯了，上一个去劝领主的长官，昨天就已经成了那头鬼物的血尸，连骨头都没剩下。今天如果他们不死，明天用来填饱那怪物肚子的就是你和我！开火，把他们逼退！首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龙神大人每天吃的量越来越多了，咱们领地内的领民已经被他活生生吃掉了1/4。再这样下去，没人愿意干活，领地内的粮食生产和武器军工很快就会全面崩溃啊！崩溃？慌什么？正好清理掉一些不干活、效率低下的废物。末日游戏，只有真正的强者才配生存下去，弱者生来就是垫脚石。龙神大人食量暴增是好事，这说明他很快就能突破瓶颈，晋升史诗位阶的完全体。等级也将达到恐怖的8级，届时便是我们正式联合小兰的舰队，彻底剿灭玄天城和沈竹那个的日子。我相信沈竹庇护所里的几千人，绝对足够让龙神大人饱餐一口了。哈哈哈哈！首领，可是如果放任龙神继续成长下去，等到他完全体，
再也没有人能够反抗他的时候，我们杞人忧天。龙神大人早就向我保证过，只要我源源不断的提供血石，他就会确保我们这些高层的权力和地位。龙神大人智慧超凡，知道不能竭泽而渔的道理，绝不会对人类赶尽杀绝。他目前只是需要大量的能量来成长，所以才会死这么多人。等过了这段时间，他进化完成就好了。我们人类活在龙神大人的统治和庇护下，替他搜集资源，他保护我们，这总好过在荒野里被无尽的鬼巢撕成碎片吧。你要相信后人的智慧，他们会适应或者解决这个问题的。人类活在鬼物的统治下，沦为被圈养的牲畜和奴隶，每天战战兢兢地等待被端上餐桌，这真的比痛快战死要好吗？没有尊严，任由异类宰割的人类文明，是否还有存在的意义？真的还能称之为文明吗？兄弟们，快走吧！两大超凡势力加上史诗领主联手围剿，玄天城今天必陷落无疑。没错，沈初得罪了救世军和共助会，生死不明。现在连高进的姐姐都要来寻仇，我们这些外围的谁留下谁就是炮灰。救世军和那位史诗领主已经放出话，只要现在投降，不仅既往不咎，还能分发武器物资。雷首领，我们弃暗投明来了，我们愿意为救世军效犬马之劳，一起踏灭玄天城。来得好啊，老子现在就给你们安排最好的归宿。这是什么怪物？救世军居然与鬼物勾结！啊！正好开战前需要血祭，让龙神大人吃饱了上场，你们就送上门来了。雷首领胆子真是不小，竟然敢史诗未结的鬼物为族。末日之中，自然得用非常手段。倒是那个玄天城被我们堵在家门口，居然没有飞走。沈竹目前不知所踪，现在城里主事的不过是个娘们儿，恐怕早就吓破了胆，或许也根本没有启动玄天城的权限。那就等高小兰的史诗庇护所一到，直接把他们碾成肉泥。太可怕了！救世军简直是魔窟，那些叛徒全被怪物吃了。救世军居然养着这么恐怖的鬼物，这怪物的体型怕是已经到了史诗级边缘了。我们玄天城能挡得住吗？沈竹，你杀我亲弟，今日我必将你的玄天城轰成废墟，城内所有的活人统统融化辐射下的怒血。在末世，屹立巅峰也往往是深渊的边缘。如今玄天城正面临建成以来最危险的死局，凶险程度远超初次面对崔城者。沈竹，你这缩头乌龟，还要躲到什么时候？如果你是来兴师问罪的，那你找错人了。当初是高进仗着黄金城堡和军械厂的兵力，派坦克和雇佣兵入侵我的领地，要将我的庇护所夷为平地。他又在全频道对我发布悬赏，屡次出言威胁。我对付他，不过是出于最基本的自保及清扫垃圾。他在踏入我领地的那一刻，就该做好死无全尸的准备。沈竹，你现在跟我讲这些道理，是知道自己死到临头了，开始认怂求饶了吗？可惜我弟弟的命比你和你那一城贱民的命加起来都要贵重10000倍。不过看在你这么害怕的份上，只要你乖乖投降，不做无谓的抵抗，我可以大发慈悲，保证饶你城里那些领民一条狗命。但是你身边的那2个女人必须立刻自刎，还有你整个领地的控制权，包括那座能召唤不死族仆从的神秘建筑，也必须立刻无条件转移给我。不愧是姐弟俩，一样的狂妄。请主人下令，属下愿登剑斩杀此女。高小兰，你弟弟当初也是像你这样盲目自信，然后被我的手下按在泥水里，哭着向我求饶的。想要我的领地痴心妄想，有本事就亲自来抢。给脸不要脸的东西，那就全部给我弟弟陪葬吧！沈竹这小子是真疯了，居然想跟史诗级的星舰大炮对轰，简直是螳臂当车。
准备好部队，抢下那个不死族祭坛的残骸。是。玄天城撑死也就是个超凡位阶的庇护所，他那一门武器顶天了也是个超凡级别的防御武器。超凡对史诗，这第一轮对射，玄天城就得灰飞烟灭。沈竹，他到底在发什么疯？我给他的明明只是超凡位阶的电磁鬼炮蓝图，难道他蠢到要仅凭一门超凡武器去硬扛史诗级外星母舰的主炮？难道他有什么手段能抹平超凡与史诗之间那犹如天堑般的位阶压制？不，绝不可能。史诗级庇护所可能拥有史诗级的防御能力，却不一定能装备史诗级的远程打击武器。这高小兰比想象中还要难对付。苏清寒那个臭女人绝对沾不到了高小兰拥有这等武器。说好了分享情报，却故意隐瞒，分明是要坑我。幸好我已做了最坏打算。开一炮竟然直接抽干了200多颗明石，这威力确实能硬扛史诗级主炮，但消耗太恐怖了。挡下来了，竟真挡下来了！那可是史诗位阶天空母舰的主炮，难怪他敢以1敌3。面对史诗战舰降临，玄天城也扎根在原地不逃跑。原来这就是他的底牌。但如果想仅此就以为能赢，未免太异想天开。我们都还没动手呢。这小子肯定把所有资源全砸在这门炮上了，消耗明石也定然不菲。小兰耗光他的明石，我们立刻压上去，绝对不能让他缓过气来。有点能耐，区区超凡庇护所居然拥有史诗武器，难怪敢这么狂。我倒要看看你的乌龟壳能护住多少人。舱门全开，给我拆了这座城。高墙快撑不住了，这母舰对城墙的破坏力比摧城者还要厉害。别慌，这些杂兵进不来。真难得啊！老子还是第一次看见玄天城被打得这么惨过。看来上次永夜给了沈竹过多的自信，
竟妄想区区一个超凡到庇护所同时对抗3大势力，其中甚至还有一个不计后果疯狂复仇的史诗领主。如果玄天城现在还不肯升空逃跑，只怕连最后活命的机会都要错失了。当然，他还是不可能逃过小兰的追杀。那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居然能让龙神大人狼狈到这种地步！龙神大人可是货真价实的史诗位级啊！可恶，我可是献上了上千的领民性命，都是活生生的人啊！居然一时奈何不了沈竹的亲卫！高墙快塌了，全体都有，发起总攻，把女人都抢过来！十字军骑士，随我踏平异端！重新修建起高墙有什么用？建造7级城墙，消耗明石少说也有上千，而我们的联军精锐已经全部成功穿过了城墙，这完全是白白浪费明石。不对劲！不好，我们中计了！这难道是瓮城？瓮城？什么是瓮城？瓮中捉鳖的瓮，总知道吧？哎，算了，我跟你个老外扯什么成语？根本是对牛弹琴。落入我的口袋里，还想活着出去？既然来了，就永远留下吧。一次性消耗道具无光之幕超凡位阶，可令指定建筑彻底隐形，并屏蔽所有能量气息。这道具能让建筑隐形，但现形后就废了，局限性太大，好像没什么大用。这也配位列超凡，还只能一次性使用。第2城墙建筑蓝图黄金位阶，可建造一座独立于第1座城墙之外的全新城墙。按照末日游戏的规则，领地得到城墙蓝图后，通常不可重复建造，只能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升级。而这第2城墙的蓝图居然打破了常规，直接弥补了领地不可重复建造的弱势。不过造价足需要200明石，是普通初级城墙的好几倍。如果我用无光之幕将原本的恶魔之墙彻底隐形隐藏，然后花费200明石建造出第2城墙，接着故意让第2城墙在敌人的火力下倒塌，给他们造成外围防线彻底崩溃的景象。等他们大举冲进来后，再让隐藏的恶魔之墙现形，不就是一个完美的瓮中捉鳖之举吗？我根本没有像他们想的那样花费上千明石重修城墙，靠着悬空之塔共享等级的特性，我重新建造第2座城墙，其实也仅仅花费了200明石而已。花小钱做大局，这买卖很划算。只要你们死在玄天城的领地，救世军和共助会的庇护所都是我的了。人类卫兵听令，全员列阵！不好，不好，不好！小兰，快救救我！没一个有用的东西，还得要我出明石去救。该死，我们这次轻敌大意了，怪不得他迟迟不让玄天城升空，就是等我们进来。早知道，就不该盲目听信那些流言。什么沈竹1个月没露面，是因为之前在万宝楼领地被暗算，生死未卜。这恐怕是万宝楼配合他特意放出的假情报，加上高小兰带头压阵，又被攻陷玄天城、瓜分巨额战利品的贪念冲昏了头脑，亲自带领大军深入敌阵，这下彻底成了瓮中之鳖了。沈竹，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有本事滚下来跟爷正面对决大战300回合！想让我出手，你们还不配。自然会有人来收拾你们，尤其是
替那些死在你救世军领地内的无辜平民报仇雪恨。是你们这些叛逃，难道还想弑主不成？雷震，不如的东西！我当初瞎了狗眼，竟然选择带着家人加入你的庇护所。你喂养的那头怪物，却活活吃了我留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我要为我的家人报仇！你这种人比吃人的鬼物还要可恶1000万倍！雷震，今天就是你的死期！玄天城的这些都是什么装备？为什么从来没有情报？老子的庇护所明明是超凡位阶军事要塞，产出的军事装备居然比不过他们。若是知道沈珠还活着，还准备如此充分，我大概不会独自守住这些情报，而是会与雷震和高小姐分享。若是寻常不死族，或者未装备地狱工厂产出的装甲，怕是还真要被这些共筑罪的神棍消耗不少兵力。两路联军连一个超凡庇护所都拿不下，只能继续增兵围魏救赵。这些火炮居然全部都是7级，已经能够对舰体造成损伤。这沈竹哪来这么多名士？他完全都可以将庇护所升到8级了。难道他是个强迫症不成？怎么回事？这怪墙竟然能强制吸引生物兵器的仇恨。沈竹的这座庇护所简直处处透着蹊跷。自爆！全部自爆！呵呵，你投放的兵力越多，死得越快。既是在攻城，同时也是在替我修补城墙。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龙神大人，快解决掉那个怪女人，来救我们呀！来吧，丑东西，我绝对不会让你靠近主人一步。
雷震那家伙还算有用，全养了一只食尸鬼物，但那食尸鬼物却差点翻车，竟然被一个超凡未捷的鬼物打得这样狼狈。虽然那白毛女被沈竹提升到了8级，能有对抗食尸鬼物，依旧难以理解。至于这食尸鬼物将来成长起来，也不是我操心的事了。反正遭殃的是落魄岭区域，如果他敢来核废墟，自会有人收拾他。区区食尸鬼物，还达不到能奴役新世界人类的地步。龙神大人，龙神大人来救我们了！不对，这不是。古籍的实力虽强，等级也被我提升到8级，但面对史诗未阶的巨符，撑不了太久。现在的尸体应该差不多了。还不够，这些能量还远远不够。点化失败，一定要成功啊！点化成功，古龙触发高级变异，晋升为史诗位阶幽冥古龙。大家快看，那是真正的巨龙，是沈城主召唤出的巨龙来保护我们了。什么救世军，什么史诗母舰，在沈城主的巨龙面前全都是土鸡瓦狗。玄天城坚不可摧，沈城主万岁！古龙，这是来自地狱的亡灵巨龙啊！沈主哪来的名师召唤出这样的怪物？完了，共助会全被雷震那个蠢货给害了。怎么会这样？一个落魄岭的超凡领主，没有献祭自己的领民，凭什么能驱使一头史诗鬼物？很好，不愧是来自深渊的巨龙。异端沈竹，就算今日我们覆灭，也要拉你一起下地狱！以吾等之魂，赐予你精神审判。什么？为什么没效果？只要是凡人，就算不精神崩溃也要昏厥过去。难道他有神灵庇佑？沈竹的底牌层出不穷，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本来希望他们鱼死网破，两败俱伤，这样下去该怎么办？什么情况？这似乎是共助会首领的领主天赋，对精神类鬼物极为克制，甚至对母巢本体都造成了一定伤害。
神大人，我们是自己人啊！好，既然主炮轰不碎你，那就放手一搏，看看到底是你的超凡高塔够坚固，还是我的史诗母舰的力量更强。破坏力是足够，可惜面对庞大的外星母舰，这点损失跟脱了点皮没区别。沈竹，到此为止了。本来我并不打算用这种方式亲自下场，毕竟我也不想把这么一座珍贵的超凡庇护所给毁掉。光是这座塔，至少便可以容纳上万人居住。为了攻下它，居然还让我的母舰受损不轻。从这一点来看，你倒是比起你那个草包弟弟高进，倒是稍微多了一点人性。我承认你的确很厉害，能以超凡庇护朵把我逼到这一步。我弟弟死在你手里，倒也不算太冤。如果沈竹你早点认输投降，说不定我还能大发慈悲放这里的普通领民一条生路。但现在晚了，等我彻底占领这里后，城里所有人都要给我弟弟陪葬。大话谁都会说，不过你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死到临头还在嘴硬，这塔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你还有什么遗言吗？怎么，寄希望于那头龙会来救你？我看他正玩得很开心嘛，根本没空管你的样子。显然你还不太能很好号令那条史诗巨龙，你这个当主人的都快死了，他却还在远处跟另一头怪物打得不可开交，根本不回来救驾，远不如这个白毛。原因很简单，虽然他是你召唤出来的，但你的领主位阶太低，只是超凡，他又是高高在上的龙族，现在杀红了眼，自然懒得管你这蝼蚁般的凡人死活。我确实漏算了这一点，毕竟古籍早早就是超凡，却十分听话。而这巨龙明明能迅速杀死那巨大蝙蝠，却故意慢慢虐杀，根本不听我的命令回防。好了，高小兰，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已经稳操胜券，赢定了我？既然你没有遗言，那就准备上路吧。为什么你们到死了还这么平静？为什么不向我求饶？好，那我就成全你们。是没明时还是认命啊？这个距离，确实你们就算反抗，也绝对连渣都不剩。这段我不在的时间，你辛苦了，一起看场流星雨吧。流星雨。怎么回事？那是什么东西？2名领主在悬空之塔领地内死亡。悬空之塔正在强制融合超凡位阶军事要塞与共筑会大教堂庇护所核心数据重组中。恭喜91号领主，悬空之塔超凡位阶晋升为千穹之塔史诗位阶。终于，史诗庇护所在末日之中又多了一点安全的保障。庇护所新增礼堂层，效果日益提升全体领民的良知与守序，以及对领主的忠诚与崇拜，仅限内城区域。庇护所新增战机生产线和起飞升降平台。庇护所晋升史诗位阶后，新增天穹子民效果。庇护所升入高空时，全体领民可自由安全呼吸，且庇护所移动速度加快。这庇护所的晋升方向似乎越来越远离地面，未来的末日地面确实可能会越来越危险。
势已去，怎么会这样？不好，必须马上离开，全速充能！主人，不追吗？穷寇莫追，想要强行留下一座同样达到史诗位阶的移动庇护所，没那么容易。这次我们已经赚大了，现在能追上他的只有古龙，但如果逼急了，对方狗急跳墙，玉石俱焚，万一选择自爆母舰同归于尽，就得不偿失了。不必急于一时，有万宝勒帮衬，等我们回过头来彻底消化了这次大战的战果，将来高小兰的母舰庇护所，早晚还是我们的囊中之物。方才主人遇险，外星母舰大举围攻时，你身为领地战力，为何不及时回防保护主人？行了，看在你这次带回来大量名石和史诗宝物的份上，之前的事就先不跟你计较了。好家伙，之前刚刚点化成功晋升史诗的时候，这货连看都不带看我一眼，扭头就去找那头巨蝠死磕去了。现在我成了史诗领主，他一副忠犬模样了。巨龙骨子里的阶层歧视，未免也太现实了吧？唉，行了，别在这趴着了，一边玩去吧。怎么看着真越来越像条大狗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么大个的体型，总不能整天拴在内城里当宠物留。我竟然看不出这是什么，会是史诗建筑蓝图吗？沈竹，这到底是什么宝贝？可惜不是蓝图。这虽然不是建筑蓝图，但它的价值或许比任何建筑更能帮助我们在末日之中活下去。沈竹，这该不会是魔戒吧？就是那种你戴上之后就会被里面的邪恶力量侵蚀，然后彻底性情大变，变成黑化大坏蛋的戒指。电影看多了吧你？放心，这东西没有副作用。史诗宝物君王指环，君王降临之地及庇护之所，一臣皆当死去，鬼物皆当溃散。特性仅限史诗位阶以上庇护所领主可铆钉穿戴，激活后将根据庇护所的特性形成专属的君王武装，大幅提升领主个人战力。君王武装，一人及庇护所本身。救世军和共助会全军覆没，连那艘史诗母舰都被逼退。沈竹竟然真的以一敌三，大获全胜了。我原本打算鹬蚌相争，等他们两败俱伤时再坐收渔翁之利。可现在倒好，沈竹不仅赢了，还顺势融合了两大超凡庇护所，玄天城已经成为落魄岭唯一史诗庇护所，彻底势不可挡。如果继续留在这里，等6个月的盟约时间一到，沈竹绝对第一个拿我开刀。此人不可能容忍一个史诗鬼物在眼皮底下还能安然入睡。我是现在就启动万宝楼的抵御，强行迁移逃跑，还是……逃？不，我为什么要逃？既然常规的手段赢不了你，那不如换一种玩法。
苏清寒，你为何违反盟约？我们当初说好，你绝不踏入玄天城领地一步。沈城主别这么大火气，盟约内容写得清清楚楚，我们只是不能彼此伤害。所谓不踏入领地，只是口头的承诺。人家来庆贺沈城主大捷也不行吗？根据盟约，我不能对你和玄天城做出不利的事，而你的玄天城同样也受到盟约限制，绝对无法对我动手，不是吗？话说他怎么笑得这么诡异？你们不会偷偷背着我达成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吧？确实不可告人。苏清寒，你到底要做什么？沈竹，你不是不愿融合我的万宝楼吗？但我今天偏要把万宝楼送给你。不好，苏清寒，你给我住手！他疯了吗？他为什么要自刎？还专门跑到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等等，难道自杀入局？好，很好，好得很。苏清寒，同乐者，给我等着！可惜，即便苏清寒已死，但这具母巢本体依然受到系统认证的绝对制约。盟约期间，我根本无法对盟友的李明动手。沈竹，为什么会有鬼物直接进入我们的领地内？而且他看起来也根本不是从深渊祭坛里召唤出来的画风啊！因为他不是被召唤进来的，而是被苏清寒用自己的命和万宝楼的底蕴主动送进来。怎么样，亲爱的、尊敬的沈城主，喜欢我给你送上的大礼吗？不请自来，强闯领地，我还得欢迎甚至感谢你。不用这么紧张，更不用害怕。在剩下的5个月盟约期内，我无法伤害你和你的任何领民。当然，同样的，出于系统的公正，你们也无法伤害我和这座母巢。这么说，你对自己很有信心，自信在盟约结束的那1秒钟到来时，能在我彻底杀死你之前，先一步同化我们所有人。当然不包括你，沈城主，你很特殊。我承认目前我做不到，我决定将来就算有这个能力，也不会把你融入我的母巢。除了母巢不会融入男人的意识，我对你本人也很感兴趣。也许将来我们可以彼此结合也说不定呢。原来母巢只会同化女性，那之前的印记算是特殊的精神控制手段。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怎么，你连他都可以近身？难道就偏偏嫌弃同样是鬼物，位阶还更高的我吗？就因为我没有长一张人脸？你应该知道，我，或者说我们，有数千具女性身体，你完全可以挑一个喜欢的，之后我就用那个身体与你交流。开始当然只是口头上的。说说你真正的目的吧，想要同化我领地内的所有女性。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让你得逞。同化这个词并不准确，更准确的应该是意识融合，就像你的天球之塔融合救世军和共助会一样。我希望跟你合作，一起建立鬼物与人类和平共处的全新秩序，自然不会毫无理由地伤害人类。把数千活人强行塞进母巢里变成怪物，这就是你所谓的与人类和平共处？你们人类空有聪明的头脑，
强大的庇护所和超凡战力，却每天在末日里彼此争斗厮杀，甚至残害没有反抗能力的同胞。在我们的视角看来，这种自相残杀是完全无法理解的错误，也应当被修正。像你们这样，永夜一结束就互相消耗，发生战争，在残酷的末日之中注定走不远。不如加入我们，一起享受极乐和永恒的安宁，再也不必为永夜和鬼巢提心吊胆。满口胡言，把所有人变成没有自主意识的怪物，这叫哪门子安宁？小姑娘，我早在末日游戏降临前便已经存在于这个世界，包括苏清寒，在刚来到这个世界不久，就已经清醒地投入我的怀抱，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别看苏清寒的肉身死了，但他现在同样正在以清醒的意识与你们对话。之前他也没有感受到痛苦。换句话说，加入我们，只要母巢不灭，就拥有了永生。看吧，他们并没有死，只是因为恐惧永夜和死亡，自愿与我完成了精神融合，享受着绝对的安全与幸福。那里没有饥饿，没有痛苦，也没有背叛。你们以为万宝楼之前上占卜为什么能精准无误？因为那是几千个人类的意识为母巢提供算力才推演出的结果。有这样的能力，加上强大的玄天城，基本可以确保末日中的安全。沈竹，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一个命题，是让你的子民在痛苦中清醒地面对末日，随时可能横死荒野，还是在母巢中欢乐幸福的沉眠，获得永生。我不会强迫你，但你至少应该大度一点儿，给玄天城里那些害怕死亡的女性领民们一个选择的权利。沈竹，就算5个月后的盟约结束，我也绝对不会伤害你。上次在万宝楼，我明明有机会，却还是放你离开，就已经印证了这一点。在盟约期间，我依然可以无偿帮你推算占卜高小兰舰队的位置，我们依然可以继续合作。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也为了我们。只要你愿意，我甚至愿意答应你，让你做我的丈夫，同时拥有独立自主的意识。我们可以通过身体和意识的深度交流，去感受极乐的体验。而且我从未跟其他人类举行过那种仪式。我们的结合将是鬼物和人类文明跨越式的一大进步。住口！你个变态都在说什么鬼话呀？沈竹，别信他，他可是鬼物啊！而且还有好多人的意识融合在一起。天哪，那画面想想就……条件听起来确实对我无害，不得不说，你走了一步好棋，但也是一步险棋。如今玄天城已经是史诗庇护所，你却敢以身入局，那就看看谁能笑到盟约结束之后。你也不必妄想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麻痹、算计我。如果你敢对我的领地有任何轻举妄动，我哪怕冒着被盟约抹杀的风险，也要拉着你移归于尽。尊敬而亲爱的沈城主，接下来我会用自己的行动继续向你展示我的诚意，全力帮你找到高小兰，甚至助你登上新世界的王座。王座？史诗宝物，君王指环，君王降临之地及庇护之所。莫非新世界真有所谓王座的存在，还与那枚戒指有关？也许他知道些什么，但目前还不能让他发现我拥有君王指环。受限于系统公约的制约，我暂时接受了与一位史诗未阶的鬼物危险同居的处境。更重要的是，目前玄天城想要彻底斩草除根，前往未知的核废墟区域寻找高小兰的行踪，确实需要通热者的帮助。是王师，救世军的暴政终于结束了，我们终于有救了。不服从玄天城管理者驱逐。只有安分守己，为领地生产和发展做出实际贡献，并通过严格审核的人，才有资格跨入内城区域生活。随着2大庇护所的融入，玄天城的领民数量正式突破1万。如果算上同乐者母巢中沉眠的数千名万宝楼女子，总人口逼近2万。人口激增意味着原有的管理模式必须升级。为了维持正常生产和秩序，玄天城成立了负责内务的高塔内阁，月余继续担任执政官，与我一起统领内阁。
并挑选了萧晴等在第二次永夜中向我臣服且值得信任的领主进入内阁协助，处理所有后勤与民政等事务。自从那日苏清寒自刎，同乐者现身之后，这座母巢便陷入了诡异的安静。同乐者再也没有从血肉囊壁中现身，十分安分。领民在经过高塔内阁的一再严厉警告与隔离措施后，都对这座散发着诡异气息的母巢敬而远之，没有任何人敢轻易靠近半步，否则将遭到严惩，甚至可能驱逐出玄天城。随着玄天城守卫战的硝烟散去，各项制度走上正轨，整座史诗庇护所的秩序初步建立，并在短暂的平静中稳步向前。玄天城无疑已经成为落魄岭乃至周边区域最为安全的庇护所，几乎每天都有流离失所的难民或者支撑不住的领主申请加入，但前提是如果没有同乐者约的期限和高小兰的威胁，否则我当然希望就此安稳地生活下去，尽力保存人类的火种。点化成功，礼堂触发高级变异。如此就不必担心只有重弩和炮塔这一层防空口壁，若高小兰的母舰再来，也不可能直接缠绕住天穹之岛，至少能够阻拦一段时间，安全感大增。点化成功，礼堂触发普通变异，圣火将自动调节领地内温度，冬暖夏凉，适宜人类生存。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温暖？是领主大人又做了什么吗？这样一来，大家都可以过个舒服的冬天了。点化成功，飞机场触发高级变异。同乐者，出来吧。既然你已加入了玄天城，有些账是时候要算一算。我需要高小兰的准确位置和行踪。沈城主这么快就按耐不住，想要反攻何废墟了？高小兰必然也在养伤恢复元气，甚至准备再次对付你。我当然得抓紧时间。何废墟那片区域比你想象的要危险诡异得多，也不止一位史诗领主，那里终年弥漫着高强度的变异辐射。说实话，从理智的角度出发，我并不建议你和庇护所靠近那里，哪怕仗着高空飞行，也不是万无一失。从高小兰那种半机械半生物的畸变母舰，还有高小兰自身的样貌，你就能窥见何废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间炼狱。我不会让玄天城深入何废墟，也不会陷入战争泥沼，跟当地其他的领主产生冲突。只要一杀了高小兰，玄天城便立刻撤回落魄岭区域，安稳发育。我也清楚，以你的性格，高小兰绝不可能放任不管。之前从万宝楼迁移过来的宝物中，储备了充分的抗辐射装备与特殊药剂，你可以先验证其安全性后，自己挑选带上。至于高小兰的藏身之处，她并没有躲在母舰里，而是藏在她的一位盟友，同样达到史诗未捷的本土庇护所里。那个地方叫0号地下城。地下城，若是地下庇护所，玄天城的制空优势恐怕难以发挥。说实话，若非0号地下城作为地下庇护所无法轻易移动行军，加上高小兰当时觉得对付一个区区超凡领主没必要欠下盟友太大的人情，所以才会选择独自驾驶母舰前来。如果当时是2大史诗庇护所的力量倾巢而出，配合共助会和救世军对你发起合围，哪怕是你，也绝对无法抵御那场灾难。说的好像你个史诗鬼物就能幸免一样。沈竹，真的你们非要离开庇护所的保护，亲自深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危险区域吗？这次潜伏主要有2个原因。如果以玄天城的庞大体量直接压境，必然引起当地核废墟领主的极度忌惮，团结一致，不如先摸清这里面的深浅。至于第2点，也是最关键的，我对同热者体光的情报并不完全信任，鬼物的话只能信一半。我也不信任他，但我们也许可以派几支精锐的人类侦察小队先进去调查。没用，撒的网越多，留下的痕迹和破绽就越多，反而越容易打草惊蛇，引起高小兰和本地0号地下城领主的警惕。一旦让他们的势力产生危机感并抱团反抗，到时候再想解决高小兰，只会麻烦得多。
可是，至于安全方面，有古籍贴身保护，高空有幽冥古龙随时策应，以玄天城的速度，也能在关键时刻快速支援，不必太过担心。就不能让大古跟你一起去吗？好吧，有古迹在确实更安全一点。那，你自己千万小心，庇护所有我和内阁在，不会出任何乱子。有任何突发情况，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好，交给你们了，出发吧。这古龙什么都好，就是这鸡猪骨，还真是一如既往的硌屁股。主人如果觉得难受，要不要坐到我身上来？不用了，我觉得这龙背挺好，挺锻炼脾魄的。不知道不死族受不受辐射影响，保险起见还是喝下。多谢各位出手相助。客气啥？身处末日，本就应该互相帮助。这种数量的明石，玄天城的仓库多的是。看你们两个的打扮，刚进合废墟没多久吧？是打算去前面的0号地下城？对，我们也是去0号地下城。巧了，我们小队也是回城。荒野上到处都是这种辐射鬼物，你们两个连把像样的重武器都没有，不如跟我们同行吧，至少路上有个照应。可以，那就多谢了。为了在核废墟活下来，这小子注射了本区域特产的基因药剂，代价就是这样，体内的辐射即便压制不住，咳血是常事儿，但我们也不必害怕核辐射了。0号地下城允许受辐射的人进城。哼。地下城内免受辐射影响，只要你交得起10颗明石的入城费，或者你有用，地下城才不管你是人是鬼。这几天，地下城的领主在频道宣告第3次永夜快到了，0号地下城正在招募守卫士兵，只要被选上，就能领到一份基因强化药剂和明石，熬过永夜还有额外分红，甚至是2阶基因药剂。你们应该也是为此而来吧？虽然我们不是领主，但将明石投入火焰，也可充当临时的小型圣火，只是消耗比庇护所中的圣火要大，而且效果略差，还不能升级。队长，你看那小子，细皮嫩肉的，身上一点超凡的波动都没有。我看他就是哪个庇护所被迫落难出来的少爷，还带了个长得好看的女护卫。哼，这种养尊处优的少爷，竟敢跑到核废墟区域，若不是遇到我们，早就被鬼物分尸了。等到了0号地下城那种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也活不了多久。等进了城，那个女护卫说不定第1天就会被地下城的那些权贵或者治安队给强行抢走。至于他自己，估计只能在底层街头讨饭，连3天都活不下去。要不我们到时候吸纳他入队吧？你这娘们是不是看上人家了？咱们队伍可不养闲人，带个累赘在荒野狩猎，是嫌我们死得不够快吗？行了，少说2句。明天送他们进地下城，已经仁至义尽，之后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你们是第1次入城吧？每人15颗明石。看着面生好欺负，身上既没有辐射异变，又没有超凡气息，果然被宰了。哟，出手挺阔绰啊！但老子现在怀疑你们身上藏有危险物品，让老子看看这小妞身上藏了什么好东西。走，
先跟我进那边的屋子，查完了就放你们走。这两个外地竟然敢在0号地下城门口砍断卫兵的手，他们死定了！那个男的看起来弱不禁风，带的这个女护卫脾气怎么这么大，出手这么狠？好快，根本没看清拔剑的动作，至少是白银位阶的5级超凡。长官，刚才这守卫故意坐地起价勒索不说，这次还伸手动脚调戏别人女护卫，是他们咎由自取。他恐怕至少是白银位阶的5级超凡者，甚至有可能是黄金位阶。第3次永夜就在眼前，城内正值用人之际，敢在大庭广众下此狠手，绝非普通流浪者。这个节骨眼上，还是不能轻易跟不明来历的强龙起冲突，把这个不长眼的废物拖下去治罪。手下人不懂规矩，冲撞了贵客，两位请进吧。末日本就是弱肉强食，若方才一味隐忍退让，只会让这群猎狗觉得软弱可欺，最后被连骨带渣的啃干净。适当展露獠牙，才是废骨上最好的通行证。我的天，这就完了？城里的守卫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了？还不是因为那个女护卫太能打了，一言不合就砍人。不过话说回来，这小子看着平平无奇，怎么命这么好，能找到这么漂亮又强悍绝伦的女护卫当保镖，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美丽的姐姐，你是怎么做到的？速度快的连残影都看不见，一剑就把那条胳膊切飞了，太解气了。不过话说回来，你们在城里惹了这么大动静，接下来几天估计有的热闹了。行了，不说门口的事了，你们听说了吗？最近核废墟区域传得最疯的那条爆炸性消息。队长，你是说那件大事？对，就是关于咱们核废墟区域的3大史诗领主之一，那位女王。前不久，女王跨区域跑到落魄岭那种偏僻之地，去找一个超凡领主算账，还特意联合了当地的另外2大超凡势力，摆足了阵仗。结果呢，3方联手，肯定平推了吧？平推个屁！听说那一战打得天昏地暗，2大超凡庇护所直接灰飞烟灭，女王的空天母舰都被重创，落荒而逃，回到核废墟休养。现在整个核废墟的领主圈都知道这事儿了。我的天，能把女王逼成这样，那个落魄岭的领主到底是什么怪物？要知道，就是地下城领主也不敢得罪女王啊！队长，那落魄岭的庇护所和领主究竟是什么来头？难道还能比咱们0号地下城的那位大佬厉害？据落魄岭的领主说，那个领主真名叫沈竹，庇护所一开始根本不是超凡，而是一座能不断融合其他庇护所的奇特建筑。庇护所还能在战斗中晋升位阶，这听都没听说过。我只知道咱们人类服用基因药剂倒是可以提升位阶，但是要付出畸变和缩减寿命的巨大代价，这怎么可能？庇护所的位阶不都是从一开始就注定吗？能自己提升位阶的庇护所，简直闻所未闻。那个沈厨到底是什么人物？比鬼屋还要逆天。我要2份1阶基因药剂。这就是之前那个小队所说的基因药剂，其他区域没有，是因为没有核辐射。点化成功，1阶基因锁药剂触发普通异变，辐射与副作用效果消失。怎么感觉什么变化都没有，也没感觉体质增强。依旧毫无反应。也许我长期在玄天城食用灵果，受灵气滋养，体质早已经自动打破了类似的1阶基因锁，堪比这里的青铜超凡者。估计是特殊鬼物，1阶药剂自然对我们无效，得弄到2阶甚至3阶的基因药剂才行。主人，情报买来了，按照您的吩咐，来自不同的情报贩子，确保真实。在他的领民眼中，所谓女王不是什么杀伐果断的暴君，相反，她是一位爱民如子的母亲，毫无领主的架子，经常亲自照顾和看望那些无依无靠的孤儿。她与0号地下城的领主是过命的知己与盟友，靠着他们2人联手，核废墟周才撑过2次永夜。
上一场永夜，为了击杀史诗级鬼物，掩护领民转移到地下城，女王不惜牺牲自己，导致母舰被严重辐射污染，自身也寿命大减。如果没有她拼死抵抗，整个核废墟区域恐怕早就彻底沦陷了。真没想到，人前威风凛凛的史诗庇护所女王，私底下竟是个奸计天下的英雄，宁可牺牲寿命和母舰，也要护住这数万人类。身上确实有奉献的大爱，怪不得上次他的母舰上面似乎只有他一人，原来是为了避免领民被母舰的辐射污染，托付给了0号地下城。只可惜，也是因为这种近乎无私的温柔，让他在对待亲情时彻底失了分寸。高进父母早早分开，专心事业，对他不管不顾，只有他这个姐姐将他拉扯大。溺爱把高进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草包，最终酿成了我们之间不死不休的仇怨。越是这样值得敬佩的对手，越不能留。属下愿为主人亲自斩下那个女人的头颅。只有混入守卫军，才能真正接触到地下城高层，揪出高小兰的藏身之处。同时，为了提升自保能力，还是得嗑药。点化成功，2件基因锁药剂触发普通异变，辐射与副作用效果消失。无副作用的基因药剂，成功了。白银位阶超凡者，也不知道能不能和古籍过2招。算了吧，万一他没收住手，可就麻烦了。点化失败，哪怕只剩1点副作用，也不能拿自己身体冒险。这瓶3阶药剂先留着，以我现在白银级的体质，去应聘守卫绰绰有余。0号地下城的守卫招募出世，需要经过严格的体能与战力检验。凭借2阶药剂带来的体质突破，通过这种出世对我来说轻而易举。感觉有点羡慕这狼是怎么回事。这就是辐射病，看起来比大叔他们严重的多。是的，主人。根据情报，核辐射侵蚀人体大概分为3期，那个荒野小队应该都还在1期，只有那个少年有步入2期症状。到了第3期，病人随时会沦为失去理智的鬼物。明面上是隔离，实际上去向未知，很大一部分被物理消灭，或者送往高层的地下实验室。听说地下城的高层一直在研发能让权贵彻底免疫辐射的高阶进化药剂，需要大量2、3期的特殊畸变患者作为活体排毒的媒介。这么说，大叔和那个机灵少年他们，荒野小队不可能不知道这里的残酷。像他们这样仗有战斗力抵御永夜，只要不显露特殊的辐射异变症状，暂时是安全的。他们是在赌命，用命换明天，这就是末日。嘿，小兄弟，看你是个干干净净的外地肥羊，多嘴提醒你一句，药是好东西，能救命，但别滥用。怎么说？如果你身体受药剂影响，突然引发了什么奇怪的高抗体变异，被医疗研究部那群疯子盯上，哼，到时候直接把你抓进解剖室，你可就再也出不来了。放开他！长官，我儿子只是发烧，他体质特殊，抗体就高，他没有变成鬼物啊！求求你们别带他走，他才15岁啊！带走！不！为什么？即便在史诗庇护所内，人命也如此卑微吗？沈哥，真没想到你隐藏的这么深啊！今天出事看你一拳把侧立柱打爆，我眼珠子差点掉出来。好小子，看来你已经挺过了1阶药剂万蚁尸骨的痛苦，成了超凡者，没给我们荒野的汉子丢脸。
侥幸而已。等这次永夜结束，咱们拿到分红和药剂，治好这小子的辐射病，咱们小队就一起回荒野去狩猎。娘的，还是外面刺激。庇护所虽然安全，也闷得慌。沈兄弟，到时候你和古姑娘跟我们一起干，咱们组个大猎团，去深处狩猎高阶辐射兽，赚大把的名食。有我们兄弟几个在，保证罩着你。顺便也教你几招野外生存本领。毕竟咱们大老爷们儿，总不能一辈子缩在女人身后靠护卫罩着，对吧？听起来很刺激，那就一言为定。检测到目标处于辐射畸变恶化期，体内携带有高危变异毒素，若任凭其担任守卫或留在城内，将对地下城安全造成毁灭性危害。根据治安法案，立刻执行最高级别无效化强制隔离。放开我，队长！救我，队长！放屁！什么狗屁强制隔离？你们根本就是看中了我兄弟生了辐射病，要拿他去做活体实验！你们这群披着人皮的畜生！上个月被你们送去地下活体实验场的那些人，有哪一个活着走出来了？回答我！那也是为了全人类做贡献，不然被辐射污染的人这么多，没有实验对象，核废墟的人最终没死在鬼巢下，也得先病死。你兄弟的辐射病颇为特殊，能够提供非常重要的实验数据，可他现在还活得好好的。不能打着为了全体人类的名义就去迫害一个孩子。多说无益，造谣生事，阻碍公法，给我拿下！倒是挺感人嘛，拒不服从防疫法令，竟然胆敢企图武装暴乱。就地镇压，注意都避开致命要害，正缺少高品质的活体实验样本。队长，放开他们！我跟你们走，求你放过他们！刚刚不是很狂吗？现在呢？这些贱民烂命一条，也敢在史诗庇护所里闹事！堂堂史诗庇护所的守卫招募，原来实际筛选底层人类当小白鼠，还当众强制绑架。这就是号称史诗庇护所的0号地下城，内部的秩序和混乱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哼，又来一个不知死活，想主动奉献自己身体的废土垃圾！兄弟，别过来，快走！他们是0号地下城的治安军，你们斗不过的！别逞强，把命搭在这儿！快跑！别管我们！把他和这些破铜烂铁全废了！哈哈哈！天大笑话全废了，就凭你，太有意思了！看样子你的辐射病是长到了脑子里，一定是很好的实验样本。给我把这小子的四肢打断，先给我扔进解剖室，我要第一个研究他。古迹，遵从您的意志。Terra est terram ibas。完，彻底完了！0号地下城的领主驾临，我们死定了！到底是谁给你们的狗胆，敢在0号地下城撒野？城里的治安越来越差了，这种阿猫阿狗碎的小事也要你亲自解。是你？这么说，你是高女王，好久不见。沈竹，你怎么会在这里？沈竹，
这个名字怎么好像听你提过？沈竹，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沈竹不就是落魄那个打得母舰重创大玩龟的玄天城之主吗？他居然混在我们中间！沈兄弟，玄天城之主，他真的是那个玄天城城主？但我感觉今天全是在做梦。高小兰果然，只有这种方式才能让你多活了亲自出来。这笔账，我是一定要亲来收的，就像当初对你弟弟高进一样。疯子，这绝对是个彻底的疯子！从没听说过哪个史诗领主敢孤身潜伏进入别的领主的地盘，这完全跟自杀没有区别。他哪里来的底气？差点被你唬住了，忘记了我可是身处史诗庇护所，又不是在你的玄天城。我不得不承认，你留给我的阴影确实不小，仅不过也太自大。虽不是一个超凡位 V 级的护卫，就敢独自闯入史诗庇护所，这跟自投罗网有什么区别？我也没想到你这么胆小，居然躲到了这地下数百米的乌龟壳里。当初是谁气势汹汹跑到我的玄天城上，让我滚出来？看来你自己心里也清楚，玄天城想强攻0号地下城是痴人说梦，所以才兵行险招。但这无疑是一部蠢的不能更蠢的臭棋。张城主，拿下他！要活的，我要好好折磨他出气，再亲手结束他的性命。哦，是吗？有事说事，没事别挡我路。警告！检测到大型史诗位别建筑降临地下城正上方地面，磁场异常，防御系统已被全面锁定。张城主，如果你执意要为了他而与我为敌，那么玄天城将即刻与你的地下城全面开战。他人就在我们面前，难道你连动手都不敢吗？斩首的机会就在眼前，只要他死了，失去领主的玄天城自然不可能冒险与我们开战。但是，他如此自信当众，恐怕留有后手。就算现在把他杀了，也未必能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万一玄天城拉着我们同归于尽呢？别被他吓到了。庇护所身处地下200米，又有0号反应堆提供无限能源，撑起的防御护罩。就算他有史诗轨道炮，在不消耗天文数字般的明石情况下，想击破0号地下城，简直异想天开。你还是这么优柔寡断，这明显就是空城计。他手无寸铁，仅凭一张嘴来吓唬你我2个史诗领主。若是因此畏首畏尾，等今天的事情传出去，你想让新世界的领主都嘲笑我们是废物吗？不如这样，沈城主，我可以放你们安全离开，只要你留下一定的伤亡赔偿，我也好对内对外有交代。之后你和高小兰怎么斗，我绝插手不管。不，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他。到了这个时候，你身陷重围，居然还觉得能杀得了我，而不是求我们放你一条生路。杀了我，你可以试试。张城主，只要你不帮高小兰，玄天城愿意代替他，与你的0号地下城结盟，共抗即将到来的永夜。核废军的永夜难度非其他地域可比，上次你们2大史诗庇护所联手，差点就被全歼覆灭。何况高小兰如今母舰受损，战力大不如前，更是玄天城的手下败将，保着他，你能得到什么？别听这小子妖言惑众。你只需要袖手旁观，便不算背弃盟约。更何况我还能帮你彻底解决辐射病的问题，且不需要通过惨无人道的人类活体实验。此外，0号庇护所就算底蕴再深厚，没有被玄天城攻破，之后又有多少余力独自应对永夜鬼潮呢？而我的玄天城可以升入万米高空，安然度过永夜，像之前一样隐匿云端，连你们都发现不了，何况那些没有脑子的鬼物。解决辐射病。根据统略者的情报，这老家伙看似威风，体内辐射早已深入骨髓，否则绝不会急着用活人做实验。有统略者母巢在，只有明石足够，就可以推算出治疗辐射病的方法。你在犹豫什么？他在诈你，他在挑拨我们，快下令杀了他！果然，什么同盟知己，在末日里不过是利益绑定，只要给的筹码足够重，这防线根本不堪一击。他铁了心要杀我，但他的底气到底是什么？难道真有把握全身而退？高小兰，你的母舰要干什么？你难道不怕被盟约惩罚抹杀吗？你现在知道跟我谈盟约了？对不起，我也非杀死沈竹不可。我无意对你和地下城不利，但就算今天被盟约反噬，万劫不复也无所谓，只要能拉他一起下地狱就够了。
我如此信任你，甚至冒着风险让你的受损母舰进入地下城深处修复，换来的居然是你的背叛。数字不足与谋，畏手畏脚的懦夫根本不配做史诗庇护座的主人，更不配当我的盟友。城主小心！不愧是他的姐姐，够疯，倒真算个人物。君王武装已开启。君王武装已开启，根据领主的庇护所形成专属战甲与武器，可直接调用庇护所能力。武装开启期间将持续消耗大量冥石。该死！那是什么东西？你竟然挡得住了母舰的主炮！给我去死！你是个好领主，更是个枭雄，但你不是个好姐姐。更重要的，你是我的敌人，所以你必须死。0号地下城还有核废墟区域的人类，他们是无辜的。沈竹，我把他们托付给你，替我守护。如果不是因为仇怨，也许我们可以成为盟友。终于，呸！这疯女人，知道我能融合庇护所，故意不把母舰留下，竟然还留了这一手自爆，连君王武装都被毁成这样。不过，这种全身都是强辐射的外星废体，就算留下来，我也不敢融合，点化都不一定能洗掉辐射污染。好在最重要的是，玄天城少了一个史诗位级的敌人。晚安了，高小兰。因仆从拼死保护，张城主捡回了一条命，主动提出与玄天城缔结最高规格的盟约，并给出了充足的诚意。0号地下城不愧是史诗庇护所，拥有的冥石比万宝阁还要富裕。我也没有融合这座地下城的兴趣，直觉告诉我，玄天城想要晋升史诗位阶之上的传说庇护所，单靠融合同阶，绝对不可能成功。至于随我一路进入地下城的4个荒野猎人，被我接回了玄天城精心养伤。沈城主，感谢您的救命之恩。不过等永夜过去，我们几个粗人还是想回荒野上继续狩猎赚冥石，过不了太安稳的生活。好，欢迎随时回来。你终于回来了。抱歉，月雨，这次耽搁了太久，让你担心了。城内一切都好，只是这段日子里这里空落落的，我好想你。蛇珠，我真的好想你，真的好想你，我好爱你，好爱你，亲爱的，亲爱的，我想为你生个孩子。世界通告：传奇庇护所终末天庭下达最高敕令，对新世界所有史诗位阶领主发出会议召集。提示：收到邀约者，逾期拒绝或抗旨者，视为挑战天庭威严，与天庭为敌。天庭将下达敕令，不计代价剿灭。传奇庇护所，终末天庭，史诗之上竟然真的存在这种位阶的庇护所，怪不得敢叫天庭。同时强制邀约所有的史诗领主，这跟末日游戏的系统已经没区别了吧？好恐怖的霸权，对人类却不知是好是坏。传奇庇护所，终末天庭，史诗之上，甚至可以像末日游戏的系统一样，同时强制召集所有史诗领主开会。哼，拒绝就视为与天庭为敌，不计代价剿灭，好狂的口气。不过能跨区干预规则，也确实有狂的资本。传奇庇护所不容小觑，如果可以，还是不要与这种存在为敌，除非把我逼急了。就去看看这所谓的天庭到底是怎样的光景，唱的是哪出戏。
看不清样貌，顶多能判断身形和性别。此外，倒是可以看到各自所属庇护所名字。该死，这重力，我差点被直接压塌了。这不是传奇庇护所的力量吗？我们可全都是史诗位阶的领主啊，居然连进殿的资格都没有！天庭算个什么东西？召集我们全服世师领主来开会，连个引路的下人都没有。难道还要我们这群各区的统治者像凡人进香一样，一步步爬上这看不到头的台阶吗？简直是欺人太甚！能回去吗？试过了没有？回不去。进来的瞬间，空间节点就被封锁了，出路只有这条台阶。如果踏出广场，落入雷海，不知道会不会魂飞魄散。进退不得，不敢踏足云海，又抗拒不了传奇的威压，这就叫下马威。那终末天庭的主人，这是要一上来就亲手打碎我们这群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史诗领主所有的傲气。走吧，走吧，看看这传奇庇护所的领主哪来这么大架子，有没有这个本事敢承受我们上百史诗领主的怒火？这台阶上的重力简直要命，爬完全程，我的精神体差点散架。太狠了，天庭这绝对是故意的。看来同为史诗领主，其中绝大部分人没有服用过任何能够增强体质的灵果或者高阶基因药液，全靠庇护所本身的城防与枪炮硬撑到了现在。这就是传奇庇护所，跟史诗庇护所比起来，简直是云泥之别。诸位辛苦，请入实座。椅子上装黑色锁链，还自称天庭，把我们从各大区域强行召集过来，到底把我们当成抗击鬼物的疯军，还是当成你们锁在地上的狗？给老子个交代，老子今天就不做。大殿之上，喧哗无礼，当惩。饶命！饶命！我错了，领主饶命！天地饶命！这传奇领主恐怕来者不善，不像是统领史诗领主对抗永夜鬼潮，倒像是想做末日皇帝，把我们都踩在脚下。这难道是？此次召集各位是有要事相商。如果人人都心怀一心，对天庭不能心怀敬畏，日后怎样团结一日，抵抗鬼物？诸位应该是第一次看到，这就是新世界的地图。你们是不是以为自己成了史诗庇护所，就能在这末日里高枕无忧，永远享受主宰万民的权利和地位？大错特错！新世界被世界壁垒划分为两大核心陆块，全是鬼物的西大陆，与我们人类被末日游戏传送到的东大陆。西大陆乃诡异永夜、污染与异变之地，由多尊强大的传奇鬼物分割统治，下辖无数鬼物禁区与无尽异变物种。可以说，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和原住民，而我们则是弱小的入侵者，还被末日游戏的壁垒所保护。西大陆正不断扩张，源源不断向东大陆渗透虚空污染。所谓永夜，其实便是鬼物世界污染短暂穿透世界壁垒。若无天庭在前线不断修复世界壁垒，永夜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永夜。
你们所在的区域早已沦为一片死地。为抗击西大陆，天庭号召全府史诗领主共同结盟，天庭将承担起修补天道壁障的重任，延缓鬼物世界的污染侵蚀。但天庭的力量毕竟有限，自即日起，所有史诗庇护所每月需向天庭上交1到3万的冥石。3成冥石，我们辛辛苦苦杀鬼物赚来的冥石，凭什么每月白白交给你3成？说什么是修补壁障，口空无凭，分明是巧立名目，敲骨施森。没有天庭在前线修补壁障，西大陆的鬼潮早就踏平了你的领地。上缴冥石也是为全人类大局着想。去特么的大局！先让老子爬爬梯子，现在直接就想趴在老子身上吸血，门都没有！这是什么？给老子看！这是死了？我们明明是以精神体的形式参加会议，他竟然能够直接连同我们的庇护所一起抹杀，这到底是什么手段？不愿与天庭共御大敌者，便不配存活于这片天空之下，一起迎接没有鬼物的新世界。只要大家投靠天庭，待天道壁障修补完成，天庭将带头发动第1次天道大远征。届时，天庭将带领大家洗涤整座西大陆，彻底扫清鬼物，终结末日。凡有功者，皆可共享新世界的大荒封地，人人封神。修补壁障，大远征，好一块诱人的大令。但每月上万冥石的费用，恐怕不过是天庭榨取我们这些史诗领主的资源，壮大自身的借口罢了。同时也是逼迫我们向下面的附庸领主收缴更多冥石，层层剥削。这是新世界一共现存109位史诗庇护所的排行榜，综合了防御、攻击和特性等因素所得。就是他！我从未对外公布过庇护所的真实名称，对外一直以玄天城作为代称。天庭竟然能精准掌握，我倾尽底蕴与资源，才将玄天城升至史诗，甚至硬生生击败了高小兰的外星母舰，居然才排在了第69名这种中下游的位置。这搜集情报的能力，简直如末日游戏的系统一般，说不定比同乐者还要厉害。就是不知他是否真的把所有战力因素都计算在内。排名在我前的这68座庇护所，还有排在前10名的那些巨头，到底拥有怎样恐怖的实力？天庭抛出此榜，就是要彻底打碎你们心中那些藏匿实力、企图苟安的侥幸心理。自即日起，按榜单实行阶梯税率，榜前10免除一切税负。天庭也将优先倾斜资源，全力帮助前10名晋升传奇。至于10名以后，排名越落后，每月需要缴纳的冥石数量越高。排名末尾者，最高每月需重交3万冥石。2万颗冥石，每月，简直是狮子大开口。这根本不是税收，这是要彻底抽干中下游史诗领主的所有流动资源，让我们永远无法积攒足够的底蕴反抗天庭统治。恐怕就算如这传奇领主所说，真反攻鬼物世界成功，扫清了威胁，可世人却又要活在被同类压迫和吸血的秩序中，生生世世都翻不了身，却成了无尽轮回的末日。到时候，这些高高在上的领主和鬼物相比，又有什么区别？此外，天庭向全服发布最高圣才悬赏，凡能搜集到带有君王字样的史诗宝物或提供其确切线索与持有人情报者，天庭将无偿全力帮助其庇护所突破传奇，成为新的传奇领主，仅次于终末天庭。天庭已经是传奇庇护所，居然对这种史诗宝物感兴趣，用扶持传奇做诱饵。看来这枚君王戒指的真实价值远超我的想象，而且他也不知道我手里有君王戒指。
否则早就强抢或者威胁了。天帝，此子沈竹覆灭我圣国分舵，残杀无数信徒，请天庭降下神法，或有我圣国踏平玄天城。真是打了小的来了大的，原来共助会背后还有一尊史诗庇护所，甚至能在所有史诗庇护所中位列第23，不容小觑。之所以没来找我，想来是距离太远，或者庇护所无法移动。不知这天庭之主会不会偏袒他？圣国领主，收起你的私怨，大殿之上为天庭律令至上，再敢喧哗，同前力城主。进行下一项议程，为了构建新世界的秩序，抵御西大陆侵蚀，天庭颁布开拓敕令，诸位有无异议？律令1：史诗领主拥有收复沦陷区域失地、统一无史诗领主坐镇的区域等特权。失陷区收复，凡彻底清除某一鬼物失陷区之鬼物并完成收复者，天庭直接将该区域永久封册与该领主。无军区统一，对无史诗领主坐镇之混乱区，史诗领主可自由进行整合与接管。接下来乃天庭最高铁律，私斗禁令。律令2：史诗禁斗与天庭裁决。1、严禁私斗。时领主乃东大陆抗击西大陆之柱石，严禁领主之间私自发动史诗级战争或本体撒杀。2、天庭仲裁。若领主间产生领土或利益纠纷，准备开战，必须经过天庭许可与仲裁，违者便是与人类为敌，以避免人类力量内耗。严禁私自开战，必须经过天庭仲裁。这规矩表面上看是在保护弱小领主，避免内耗，实际上是将所有史诗领主开战的权利彻底收归天庭所有。天庭想打谁就打谁，而我们互相之间打不打，全凭天庭一句话说了算，只能讨好天庭，甚至贿赂，真是一手好霸权。天帝大人，我是核废墟0号地下城领主，核废墟区域的辐射日益增长，地层10数万人类饱受摧残，只能在地下苟延残喘，或者服用药剂，主动缩减寿命。求天庭降下神迹，洗涤辐射源头，救救核废墟的子民吧！张城主人心可嘉，然而净化源头问题复杂，天庭已在研究对策，待方法成功，自会恩泽核废墟。你且先安抚领民，耐心等待。这传奇领主号称天帝，野心极大，自诩人类领主的魁首，秩序的缔造者，却只会立规矩，以强权压人，敲骨吸碎。目前还看不到半点实际作为和付出，简直可笑！哈哈，张城主，等天庭救你，怕是到时候你核废墟的人早就死绝了。天帝大人明鉴，那辐射源头根本就不是什么灾难，而是上天赐予我们核废墟的恩赐。我的黑日堡垒吸收了辐射能量，已进化为核区最强史诗庇护所，能抵御10倍于以往的鬼潮。放屁！你的堡垒是变强了，可你的领民呢？好端端的人被你逼得变成了不人不鬼、全身烂泥的怪物，就叫保护人类？你这是拿同胞改造成鬼物，这跟杀人有什么区别？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末日里留着你那点可笑的尊严有什么用？变成怪物，至少能活着。死人在废土上，连发声的资格都没有。二位暂且打住，天庭以民主公平为原则治理新世界，向来充分尊重各区域的绝对主权。核废墟如今只有你2位史诗领主，既然理念不同，那是你们核废墟内部的事务，你们自行解决即可。若要开战，天庭绝不偏袒，也绝不干涉任何一方。好一套不偏袒、不干涉的伪善说辞。0号地下城兵危将寡，排名才108，而黑日堡垒靠着辐射源头的力量疯狂扩张，排位76。天庭所谓的自行解决，不过是扯着公平的旗号拉偏架，直接判了张城主死刑，把数万人类拱手送给黑日堡垒这只猎狗啃食。不管他们的死活，天庭要的根本不是正义，而是一个实力至上、足够听话且狂暴的领主，作为他的鹰犬，替他统治核废墟区域，搜集明石。至于区域内普通领民的死活，跟他没关系，毕竟他已经是高高在上的传奇领主。沈城主，救救我！沈城主，你似乎有话想说。天帝大人既然口口声声提倡公平与保护火种，若任由黑日将数十万人类炼成不人不鬼的畸变怪物，岂非违背了天庭创立的初衷？况且，
若张城主主动向外界求助，难道外界领主也没资格伸出援助之手吗？看来沈城主对新世界的规矩还有所误解。我今日便在此再重申天庭的规矩：凡已有史诗领袖坐镇之区域，严禁任何外区领袖派遣武力跨区介入。多位史诗领袖跨区混战，岂不是天下大乱？这是对人类势力底蕴的毁灭性内耗，将来弹劾反攻鬼物事件，违者天庭必诛之。沈主，落魄岭区域可以归你管，包括周边那些早已沦陷或者没有史诗领驻坐镇的破败区域，你尽可以凭本事去收服、去扩张，但是你得听从天庭的命令。合废墟已有黑日与张城主2位史诗领主，你若敢跨区一步，派一兵一卒介入合废墟之争，便是公然撕毁天庭秩序。天庭与其他史诗领袖可共诛之。天规已立，大义已毕，诸位退下吧。天帝大人的规矩，沈某记下。沈城主，如果有种的话，我在合废墟等你过来，咱们慢慢玩。哼，这玄天城领主刚才不是很硬气，到底还是被天庭强行套上狗链枷锁了。不能派遣大军跨区，他算是什么世事领主？等黑日把0号地下城吞了，合废墟就是黑日的天下。到时候黑日掉过头来，随便找个借口就能把他连人带塔给拆了。除非他能拿出让天地心动的好处。哎，日后想在末日过得舒服，不成为炮灰，必须得跟这位传奇领主打好关系才行。是啊，天帝大人这一手御下之术真叫人叹服，但归根结底还是力量。虽然跟张城主结盟，但我至少应该先保护好玄天城和落魄岭的人类。若是为了合废区得罪了传奇领主，让所有人为了我的选择而葬送已有的安全生活，真的值得吗？我到底该如何选择？反抗终末天庭这样的庞然大物，还是保护身边一隅的子民？想不到人类领主之中出现了这样的传奇领主，却不知对人类来说是福是祸。禁止史诗领主跨区征战，用规矩把我锁在落魄岭。天庭以为一套虚伪的禁令就能挡得住我？什么终末天庭，什么传奇庇护所，不过是金玉其外，跟地表上那些吃人吸血的鬼物有何区别？将来有一天，玄天城必须晋升传奇，才能彻底打破这一切压迫和枷锁，甚至砸碎这天道，攻上天庭，看看那光幕背后到底是什么妄人在装神弄鬼。沈竹，无论你做什么决定，不管多么危险，我都会站在你身边，陪你玩这场游戏，直到最后。主人，那位69的玄天城领主庇护所居然拥有独一无二的无限融合特性，且此人方才在大殿之上神色傲然，桀骜不驯，显然身怀反骨，生有异心。为何不趁今日他神念降临，直接跨区催动天道国，将其彻底轰杀，将那座奇特剑骨直接抢夺过来？不过是一个运气好，偶然捡到了融合成长型庇护所的废物吧。朕之所以把他死死锁在落魄岭，就是把他当成了养殖场里圈养的一只优质牲畜。等他倾尽所有把那座天穹之塔融合到史诗巅峰的时候，天庭再去收割这个现成的成品，岂不美哉？况且仅凭吞并与融合，他的庇护所就算体积再庞大，若不满足关键的条件，没有我的帮助便无法晋升传奇。他融合的再多，也只就不过是个臃肿脆弱的大号垃圾堆罢了。只要他一日升不了传奇，在朕眼里，他就永远翻不出什么风。